公元7世纪，中国最神秘的预言家悄然登场。若论千年相术第一人，袁天罡称第二，怕是无人敢做那把交椅。他的传奇锚定在2件惊世骇俗的事上，一本叫《推背图》的天书，据传预言了唐以后2000年国运兴衰。还有一桩更离谱的公案，他盯着襁褓里穿男孩衣裳的武则天，竟断言，若是女子，当为天下主。这哪里是算命，这分明是拿到了历史剧本的节选。于是民间故事里的袁天罡被供奉成半人半仙，前之500年，后之500载。但剥开这层神话外壳，一个根本问题浮了出来：这些神迹究竟是他惊天动地的推算，是后世牵强附会的贴金，还是无数巧合中被命运选中的那几声回响？要找到答案，我们得逆着时光的河流回溯，回到一切传奇尚未发生，炀帝的龙舟还在运河里奢靡巡游的隋朝末年。那时没有天书，没有女帝，预言家的头衔只有一个在乱世烟尘里行走的年轻人，试图用一双异于常人的眼睛看清这迷雾般的世道。那是个什么样的时代？隋炀帝杨广才华与暴虐齐飞，大运河底沉着白骨，辽东战场上飘荡着孤魂，沉重的国役和兵役压垮了百姓，也煮沸了天下这口大锅，人心惶惶，朝不保夕。当现实的路径一片漆黑，人们就会本能地转向玄学，在星象、卜筮和面相里寻找一丝关于未来的确定性。相术在这末世图景里成了一门显学。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袁天罡悄无声息地登场了。忘掉仙风道骨吧，年轻的他很可能就是个穿着浆洗发白道袍的游方者，混在人群里毫不起眼。除了那双眼睛，那眼神过于清澈锐利，仿佛能穿透皮囊，直视一个人气血运行的底色和命运流转的轨迹。他有2件随身宝贝，一个磨得油亮的旧罗盘，一面常对光自照的铜镜，后者用来观气。在他看来，人地天都有无形之气，气色明暗，蕴藏吉凶。那么他的神从何启蒙？或许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场景：闹市滩边，一个卖竹鞭的老汉眉头紧锁，袁天罡打量了他片刻，不是看货物，而是看人，看那眉间深刻的川字纹，看手指上新旧交错的茧子和伤口，看那虽洁净却仓促绊住裂口的袖边。他买了件东西，似不经意道：老哥手艺细，但近来销路堵心吧。家中有人卧病，心里记挂，袖子破了都顾不上细缝。老汉愕然，这哪是什么玄学，这更是极致观察力、社会经验与人性体察的混合。它像一部精密的人形扫描仪，瞬间捕捉微表情、身体语言与行为矛盾的细节，再结合乱世民生多艰的普遍背景，推导出合乎情理的推断。他首先是一位顶尖的人的观察者，然后才是命的推测者。玄学理论是他的操作系统，而海量敏锐的数据采集才是他的核心算法。市井智慧能成名，但不足以载入史册，他需要一次对时代人物命运的关键命中。这个机会来了，大约在大业年间，某处嘈杂酒肆角落里，坐着一个
郁郁不得志的汉子，额骨突出，下巴宽厚，面相有些马相，他叫斗鬼，周围隐约有激过的目光。袁天罡的目光落在他身上，远远端详良久。随后他端着酒杯走过去，在斗鬼对面坐下，平静开口，声音清晰。兄台之象，天庭古龙旗，直贯发髻，地阁方圆，如载重物，此乃大贵之象，不出10年必得富贵，且这份功业当在良义之地，凭军功获取。话音刚落，满堂哄笑，斗马脸能大富贵，这穷道是骗酒喝吧？斗鬼自己也满是怀疑，但那几句话却像钉子楔进了心底。历史的戏剧性在于后续。隋末大乱，李渊起兵，斗鬼果断率众投奔，因作战勇猛，屡立战功，官运亨通。最关键的是，他后来真的被派到西南，历任益州行台左仆射，凉州都督，完全应验了良义之地建功立业的预言。当斗鬼功成名就，坐镇一方时，那个被众人嘲笑的下午，和道士平静的断言，必定恍如惊雷。这一卦瞬间炸响了袁天罡的名声，神算之名迅速在关陇贵族与野心家的圈子里传开，名声引来更复杂的访客。不久，3位前途未卜的年轻人王圭、韦挺、杜淹也来问卜。袁天罡给了他们简短的判词：王圭面如伏虎，能治3品，但须慎言；韦挺面似豹，可得5品，然防倾轧；杜淹文气贯通，当以文章得宠。这些预言在后来唐初的政坛风云中，竟也一一映照了他们各自浮沉的仕途。每一次应验，都为他铁口直断的金字塔垒上一块砖。年轻的袁天罡或许为此暗自欣然，但他可能还未彻底明白，自己正滑向一个危险的临界点。当你的预言开始超越个人祸福，触及王朝更迭、权力转移的宏大叙事时，你的角色就变了。在野心家眼里，你是一张可能验证天命的活符咒；在未来的胜利者看来，你可能是祥瑞，也可能是知晓太多秘密的麻烦见证人。从斗鬼到王圭等3人，预言接连成真。那么下一个循着名声找上门来的会是谁？等待袁天罡的是指点江山的帝师尊荣，还是被命运巨浪吞噬的棋子终局？他的江湖路已被乱世的洪流不容分说地推向那个最诡谲，也将定义他千年传奇的漩涡。那漩涡深处，一个穿着男装的小女孩正静静地等待着与他的对视。名声是张烫金的名帖，能把人引向意想不到的殿堂，也可能是张无声的车票，将人拖入深不可测的漩涡。随着神算之名在长安的权贵圈子里越传越盛，一张来自应国公武士他的请柬递到了袁天罡面前。这次邀请看似寻常，却将彻底改变他对天机2字的理解，并在他命运里埋下一颗惊世骇俗的种子。武士，唐朝开国功臣，一位从木材商人成功转型为新朝显贵的精明人物。此刻他府邸内的气氛却有些微妙，原因在于他的续弦夫人杨氏出身前朝皇室，心气颇高。杨氏为武士生下2子后，又接连诞下3女，在看重子嗣的豪门中，这多少带来些压力，府内难免有些窃窃私语。武士
请袁天罡来，未必没有借天命来稳固家宅、安抚人心的意思。那日，吴府厅堂气氛恭敬而略带审视。袁天罡依旧一身素朴，眼神平静。他先为武氏访原配所生的2个儿子武元庆、武元爽看相，略作端详，便道：“2位公子皆保家之主，日后可官至3品，足可守成。话中规中矩，符合武家功臣之后的预期，算是开了个好头，也展示了袁天罡的常规水平。”接着，杨氏所生的长女，后来的韩国夫人被领出来。袁天罡看了看这女童，稍作沉吟道：“此女面相亦贵。”然而他停顿了一下，选择了一种委婉但圈内人能听懂的说法：“然或有行客不利夫家。”后来此女嫁给贺兰月时，果然早寡，命运多舛。至此，武氏管子和杨氏对袁天罡的本事已信了7、8分，心中既有期盼，又有些紧张。真正的高潮在乳母抱着一个穿着男孩衣裳、蹒跚学步的幼童出现时猝然降临。那孩子约莫1、2岁，眼睛极大，黑亮有神，脖颈修长。袁天罡的目光刚一落在孩子脸上，神色便是一凝，空气中似乎有什么东西瞬间绷紧了。他要求让孩子下地走几步，孩子站稳，走了几步，虽稚嫩，却有一种异于同龄的稳当。袁天罡的瞳孔微不可察地收缩了，他脸上没有任何算准了的得意，反而掠过一丝混杂着惊骇、难以置信和深深困惑的复杂神情。他仿佛看到了某种绝不应该，也绝不可能出现在此地的像。周围安静的能听到呼吸声。武氏夫妇的心提到了嗓子眼，终于，袁天罡深吸一口气，声音低沉而清晰，一字一句如同惊雷砸在寂静的厅堂上。龙童凤颈，极贵宴也。这是相书里形容帝王，尤其是开国帝王后妃的顶级贵相。武氏佛和杨氏先是一愣，随即一股巨大的狂喜从心底涌起。难道我武家要出皇后了？然而狂喜的泡沫还没升到顶点，就被袁天罡的下一句话彻底击碎，化为冰水与恐惧。只见袁天罡缓缓摇头，语气里带着一种近乎梦一般的疑惑和惊悸。他补充道：“昔哉男子也，若为女，当为天下主。”天下主这3个字像3把烧红的烙铁，狠狠烫在场每一个人的心上。厅堂内的时间仿佛凝固了，乳母的手一抖，差点把孩子摔了。武士得脸上的血色刷一下退得干干净净，杨氏更是腿一软，几乎要晕厥过去。在公元7世纪的大唐，天下主只能是皇帝。一个女孩当为天下主，这已经不是富贵预言，这是灭族的根眼，是比任何刀剑都可怕的诅咒。若传出去一丝风声，武家满门顷刻间就是齑粉。武士根到底是经历过风浪的实干家，极致的恐惧反而激发出他极致的清醒和狡猾。他几乎是瞬间就压下了所有情绪，脸上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感激笑容，一边高声吩咐多谢先师，一边用最严厉的眼神制止了所有人可能出口的疑问或惊呼。他立刻下令，今日之事若有半句泄露，合府杖毙，对外只统一口径。
先是看了小郎君因武则天穿男装，故称颜其贵不可言，仅此而已。那一日，袁天罡怀揣着远超平常的丰厚礼金离开吴府，脚步却比来时沉重100倍。阳光照在身上，他却感到一股寒意从骨髓里渗出。他知道自己说出的那句话意味着什么，那不是对一个普通富贵命运的推断，那是他生平第一次触摸到了某种逆天级别的、足以搅动历史洪流的东西。这件事像一把锋利的达摩克里斯之剑，从此悬在了他的头顶。他开始真切地意识到，有些天机，知道比不知道更危险。有些预言说出即是介入，而介入历史漩涡的代价，无人可以预料。那个穿着男装、眼神清亮的女童影子，连同那句石破天惊的判词，成了他心底最深的一个秘密，也让他从此在为人论断时多了一份前所未有的审慎。时间流转，大唐的江山在李渊、李世民父子手中愈发稳固，尤其是李世民通过玄武门之变登上皇位后，一方面励精图治，开创贞观之治，另一方面内心深处对自身权力来源的正统性与天命所归，始终有一份异乎寻常的执着。他需要一切可能的象征来装饰自己的宝座，包括天意。于是名声在外的袁天罡不可避免地进入了帝国最高统治者的视野，一纸诏书将他征召入朝，给出的官职却颇有一丝火警令，一个负责管理四川等地盐井天然气，当时称火警的从7品小官。这官职不大，事务也不多，俸禄足以养家。李世民的用意昭然若揭，既要把你这活祥瑞天意发言人放在眼皮子底下，用你的名望为贞观盛世添一抹神秘色彩，又绝不能让你这类窥探天机的人掌握实权，干预朝政。这是帝王心术的典型操作，圈养起来已被咨询，严加看管。初入宫廷的袁天罡感受到了与江湖截然不同的氛围，这里每一步都可能是陷阱，每一句话都可能被解读。也正是在这里，他遇到了那个将与他名字紧紧捆绑在一起的人——李淳风。李淳风彼时正值盛年，出身天文历算世家，是大唐官方天文机构太史局的顶尖专家，编修历法，著解算经，是根正苗红的学院派天才。与袁天罡江湖经验派的敏锐直觉不同，李淳风信服的是严谨的数据、精密的仪器和浩繁的星图。两人的初次见面很可能是在一次关于某次异常天象的讨论中，李淳风引经据典，用浑天仪模型和复杂计算推演吉凶。袁天罡则更关注星象呈现的气色与地上人事的隐隐呼应。一番交锋，谁也说服不了谁，却都在对方眼中看到了对宇宙玄奥同样炽热的好奇与探索欲。火花四溅中也生出了几分英雄相惜。真正的考验来自李世民本人，一次宫宴之后，或是一次看似随意的召见，李世民平退左右，目光如炬，看似闲聊般问起：元清善于相人，可知我大唐国运几何？朕之子孙又能享国多久？空气瞬间凝固，
这是个死亡问题，说短了是诅咒，立刻就有杀身之祸；说长了是谄媚，且未来一旦不应验，便是欺君。旁边的李淳风可能也捏了一把汗。袁天罡没有立刻回答，他举目仿佛在观察殿宇上方的虚空，或许真的在观气。片刻后，躬身用一种平和而确信的语气说道：“陛下，臣观长安王气郁郁葱葱，上冲斗牛，与紫薇帝星交相辉映。秦地山川形胜，自有王者之气绵延，护佑陛下承天受命，开创盛世。此气正盛，非臣下可妄测其中。至于子孙，陛下圣德巍巍，后世自然枝繁叶茂，享国久长。”一番话滴水不漏，没有具体数字，没有具体人名，全是气象绵延、永久绵长这类虚指，但核心意思无比清晰，大唐天命所归。陛下您就是真命天子，国运长着呢。这既满足了李世民对天命确认的心理需求，又巧妙地绕开了所有具体的未来可能被打脸的预测。李世民听罢，或许哈哈大笑，或许深深看他一眼，不再追问。但袁天罡的后背恐怕已渗出冷汗。这一刻，他学得刻骨铭心。在至高无上的皇权面前，神算不是可以肆意挥洒的技艺，而是一种需要极度谨慎使用的语言艺术。他从一个可以直言若为女，当为天下主的江湖术士，开始被迫向一个懂得在政治钢丝上跳舞的宫廷顾问转变。他的神从此不得不裹上一层厚厚的名为谨慎与模糊的保护壳。或许是那次关于国运的问答让李世民对预知未来产生了更浓厚的兴趣，或许仅仅是出于对这两位当世奇才能力极限的好奇。总之，一个前所未有的既大胆又危险的任务落到了袁天罡和李淳风头上奉旨，推演大唐及后世国运。这个命令本身就充满了帝王的矛盾心理，既想窥探天命，又深知天机不可尽泄。一间密室被准备好，灯火长明，算筹归甲，婚仪挂图一应俱全。袁天罡和李淳风这两位当时窥探天机的巅峰人物被关了进去。面对一个浩瀚无垠又禁忌重重的命题，最初的阶段是兴奋的，尤其是对李淳风而言，这像是将他毕生所学投入一场终极运算。他运用周易推演、天文历算，在纸上画下复杂的星象轨迹和卦象变化，严谨精密，逻辑严密，试图用数字和符号破解历史的密码。袁天罡则更多是静坐观想感应，有时望着墙上摇曳的灯影出神，有时手指在虚空轻轻滑动。他更依赖那种玄妙的直觉和对气势流转的整体把握。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论在密室里碰撞融合，墙壁上逐渐画满了常人无法理解的符号与简图，地上散落的稿纸堆积如山。他们从唐初的盛世推演到可能面临的危机，再到王朝的更迭，时代的变迁。李淳风越算越深入，越算越兴奋，眼睛因为熬夜和思维的狂热而布满血丝，却熠熠生辉。他沉浸在这种破解天道秘密的巨大快感中，笔下不停，想要一直推算下去，算到时间的尽头，看看历史的最终答案。
袁天罡起初也沉浸其中，但随着推算的维度越来越深，触及的时间线越来越遥远，他心中那股在吴府曾出现过的令人心悸的不安感再次猛烈地袭来，并且千百倍地放大。他不再看到清晰的图像，反而感到一种庞大的、混沌的、充满金铁交鸣、光影扭曲、文明兴衰如浪涛般翻涌的压迫感。那不是知识，那是信息洪流，那不是预言，那是命运本身的重量，在透过时间的缝隙碾压过来。他感到头晕目眩，仿佛灵魂要被吸入那个自己亲手打开的无边无际的未来漩涡。他猛地看向仍在奋笔疾书、浑然忘我的李淳风，仿佛看到好友正在一条没有尽头的深渊小径上狂奔，而小径的尽头是彻底的虚无或者无法承受的真相。就在李淳风即将写下又一个关于遥远未来的状的言时，袁天罡突然一步上前，伸出手，从背后重重推了李淳风一把。李淳风一个趔趄，从忘我的状态中惊醒，愕然回头。灯火摇曳中，袁天罡的脸色在明暗间显得异常苍白而凝重。他指着墙上地上那些密密麻麻的推算痕迹，声音沙哑却无比清晰地说：万万千千说不尽，不如推背去归休。这句话如同惊雷炸响，在寂静的密室也定格了中华预言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一幕。看着李淳风不解甚至有些不满的眼神，袁天罡长长吐出一口浊气，仿佛卸下了千钧重担，缓缓解释道：淳风，天机至此已是极限，再往前不是我们在看未来，是未来在吞噬我们。你算得越细，道破得越真，因果牵扯就越重，反噬便越大。你我今日所做，留给后世的不应是一本精确到某年某月某日会发生何事的灾难日历，那只会带来恐慌或盲从。我们留下的应该是一面模模糊糊的铜镜，一些似是而非的图朵，让后来者对着这面镜子照见的是他们自己时代的影子，是他们心中对治乱兴替的恐惧，对太平盛世的渴望，对未知命运的好奇。说尽了，道破了，这天机便死了，你我的活路恐怕也断了。李淳风怔住了，他看看满屋的推算，又看看袁天罡眼中那深不见底的疲惫与敬畏，良久，手中的笔缓缓放下。这一刻是袁天罡整个人生弧光的关键转折，他从一个孜孜以求、试图算尽天机的探索者，主动决绝地转变为一个终止预言的守护者。他顿悟了，预言真正价值所在，不在于100%的应验，那几乎不可能，而在于其隐喻性、警示性和留给后世无限解读的开放性。后来流传的推背图，那60幅含义模糊的图像和滚的诗，恰恰是这种智慧的体现。它像一套复杂的密码，每个时代的人都能从中找到与自己历史对应的答案，从而使其获得了跨越1000年的生命力。袁天罡用这推背一指，为这部奇书盖上了最关键的，也是保护性的封印。他成了李淳风这位天才技术宅身边最清醒的那道刹车。经此推背一事，袁天罡对宫廷、对权力、对继续深入窥探天机的兴趣已然降到了冰点。
而宫墙之外，时代正在酝酿新的风暴。当年那个被他断为若为女，当为天下主的武家小女儿已经长大，并凭借惊人的美貌、智慧和冷酷的手腕，一步步从唐太宗的才人变成高宗李治的皇后，再成为二圣临朝的实际掌权者。武则天的权势如日中天。为了扫清障碍，王皇后萧淑妃被残忍杀害，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元老重臣被贬杀朝堂之上，血雨腥风。当年那句石破天惊的预言像一个幽灵，随着武则天的崛起，重新在知情者心中浮现。袁天罡感受到了一种巨大的无形的因果压力，他或许会想，自己当年那句话是否在冥冥中为这个女子注入了一种天命在我的强悍心理暗示？他当年的神断是否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推动历史向那个惊人方向滑落的一块无形砝码？这种牵连感让他不寒而栗。他目睹或听闻武则天的手段，更深知宫廷斗争的残酷。自己这个知晓天机的旧人留在长安，就像抱着一块可能随时引爆的烙铁。新帝高宗李治体弱，天后武则天强势，未来政局波谲云诡，继续留在这里。无论是被卷入新的权力争斗，还是被迫对未来的皇权归属再次做出预言，都是取祸之道。于是在一个合适的时机，袁天罡上表，以年事已高，精力不济，欲觅清静之地休养天年为辞，恳请致仕归隐。朝廷或许会挽留一番，毕竟他的名头还是块招牌，但去意已决的袁天罡态度坚决而谦恭，最终他得以脱身，离开了长安这个巨大的政治漩涡中心。他选择了远离中原的蜀地，在阆中一处山环水抱、风景清幽之处定居下来。传说他亲自为自己看选了一处墓地，弟子或许问他此地有何奥妙，袁天罡望着远山近水，淡然一笑，那笑容里有看透世事的平静，也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倦怠。山环水绕，藏风聚气，足矣。后世之事，与我何干？这句与我何干，与他早年积极为斗鬼、王圭等人指点前程的热忱形成了鲜明对比。此刻的他已经放下了对神算名头的执着，看淡了与天机博弈的胜负，也规避了与权力纠缠的风险。他的归隐不是力竭而退的逃避，而是一种历经沧海后主动的斩断姻缘，是对内心清静与平安的最高追求。那个曾经试图用双眼看穿命运迷雾的锐利青年，那个在权力面前学会谨慎言辞的宫廷顾问，那个在密室中毅然推背止步的清醒者，最终在蜀地的青山绿水间完成了自己最后的蜕变。他的神不再彰显于惊世预言，而是收敛于这份洞明世事后的淡然与放下。他将自己一生的传奇、困惑、敬畏与智慧，连同内部暧昧的推背图一并留给了滚滚红尘与无尽的后世传说。离开长安的袁天罡如同一条汇入深潭的溪流，主动消失在了历史喧嚣的聚光灯之外。关于他晚年的记载寥寥，这或许正是他所求的一种不被过多关注的平静。
传说他在蜀地浪中继续研究学问，偶尔为有缘人看看风水，但不再轻言天下大事。最终他在那里安然离世。墓葬之地后世所称的天宫院，因其生前盛名和选址的神秘，也成了一处传奇所在。他的肉身归于尘土，但他的名字和故事却刚刚开始一场长达1000年的神话变身之旅。那么，拨开层层传说与附会的迷雾，那个真实的袁天罡，他的神究竟何在？他又给历史留下了什么？首先，我们必须给袁天罡的神来一场祛魅手术。他的神不是哆啦 A 梦口袋里的道具，也非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拆解来看，是几种凡人可及能力的顶级组合。一，极致的人学观察力。正如开篇事迹故事所示，他首先是一位人类微表情、行为细节和社会关系的分析大师。这种洞察是心理学与社会学的古老实践。二，系统的知识储备。他精通相术、易理、天文、历算，这不是玄虚，而是那个时代最前沿的大数据模型和宇宙认知体系。他用这套理论框架整合，解释他的观察。三，深刻的时代脉搏把握。生活在隋末唐初，他对社会矛盾、权力格局、人心向背有着近乎本能的敏感。他的许多预言，如对斗鬼、王圭等人的判断，更像是基于对个人能力、家世背景和时代趋势的精准判断，预见了大概率事件。四，最关键的一点，历史选择的运气与模糊艺术的胜利，这才是神话炼成的点金术。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那则最著名的女主天下预言。仔细推敲史料语境，就会发现，当时武则天穿着男装被当作男孩抱出。袁天罡的判词逻辑是，这孩子有龙精凤颈的极贵相，可惜是个男孩，如果是女孩就能当皇帝了。这里存在一个预设的前提误判，他以为对方是男孩，这个若为女的假设本身带有遗憾和不可能的语气。然而历史后来的发展，武则天真的以女子之身成为皇帝，于是后人，尤其是武则天掌权后在回溯时，有意无意地忽略或弱化了她误判性别的前提，而将若为女子当为天下主这个假设性后半句单独拎出来放大定格，变成了一个精准无比的铁证预言，在传播中被结果反向重塑提纯，变得更加惊悚和神秘。这就是反向填充的神话制造法。同样，推背图的许多拱眼图像含义本就模糊晦涩，每当后世发生重大历史事件，总有人能从那些古老的模棱两可的诗句和图画中找到对应的解释。不是他预言了事件，而是事件的发生为他提供了新的看似吻合的注脚。它是一面历史的哈哈镜。每个时代的人都觉得镜中扭曲的影像特别像自己。其次，它的代价与真正的遗产在权力与天机的夹缝中生存。袁天罡付出的最大代价，或许是终生的审慎乃至恐惧。他不得不隐藏真实的洞察，学会用模糊的语言与权力周旋，最终选择彻底归隐，以换取宁静与善终。
相比于许多同行如汉代的经房、三国的管撒，乃至他之后一些卷入政治太深的术士的悲惨结局，他能得享天年，寿终正寝，这本身就是一种惊人的成功，一种洞悉人性与政治危险后的生存智慧。他留下的有形遗产推背图，其价值远不在于他算准了多少是事实上，后世附会的远多于原文可能射中的它的伟大之处在于，以一种高度艺术化、密码化的形式，凝聚了古代中国精英对历史循环论、政治兴衰规律、天命与人事关系的深邃哲学思考。它是一本用神秘主义包装的历史哲学诗，刺激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去思考王朝为何而兴，为何而衰，是否有冥冥之中的定数。我们又在历史的哪个环节，袁天罡不是漫画里能发冲击波的超人？他是隋唐之际那个特定文化熔炉里锻造出的一个标志性文化符号。这个时代既有魏晋南北朝玄学遗风，又有蓬勃昂扬的大唐气象。人们对未知既好奇又渴望把握，袁天罡恰好站在了这个交汇点。他用看似神秘的方法回应了时代对确定性的焦虑，也为新兴王朝的合法性提供了某种天意背书。它代表了古代知识分子，哪怕是方剂之士，试图用有限理性象数易学去理解，把握无限复杂且不确定世界的一次极致努力。它的传奇既体现了这种努力的惊人成果洞察力和部分预言，也暴露了其根本局限，误判模糊，被迫沉默。他的一生就是一部人试图窥探天的微型史诗，充满张力，也充满无奈。所以，当我们兜兜转转再次回到最初那个问题，袁天罡到底有多神？或许我们可以这样回答：他的神不在那些被后世层层包裹、愈发光怪陆离的神话里，而在于一个凡人凭借天赋与苦功，将观察与思辨推向极致后所触及的那片令人晕眩的未知边缘，在于他触摸到禁忌时的惊惧与自省，在于他名动天下后选择转身离去，与天道也与自己和解的那个淡然背影。他留给后世无穷的谈资和一本永远也对不完的推背图，但他用自己的一生，尤其是最后那推背一指和飘然归隐，似乎最想告诉我们一句朴素的话：不如推背去归休。有些风景看到轮廓就好，不必非要走到悬崖边上，看清每一道沟壑。有些未来心存敬畏就好，不必执着于一份详尽的行程表。因为算得太轻，道得太破，或许本身就在改变因果，而人未必能承受那份改变的重量。活在当下的笃定，敬畏未知的谦卑，或许才是面对命运洪流时最朴素也最智慧的一种姿态。